编织可以疗愈，因为存在温度。你今天好吗？欢迎收看疗愈编织，我是君。今年的夏天，台湾非常的炎热。那你居住的城市也很热吗？我们一起来编织一个既时尚又能够遮阳的帽子吧。这是今天我们的作品。在众多的编织杂志里，我特别喜欢这一本毛细。毛细呢，它一年会有4次出刊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买到了这个夏号。夏号呢，这是它后面，它的背面里面啊，其实就是它的目录，还有很多编织衣服的，还有编织包包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编织的就是这个模特儿。这个模特儿上面的帽子非常的时尚，这一顶帽子呢，制作1个晚上就可以完成。我们可以顺便练习一下如何换线。那我把它翻到内页，内页里面的这个图案呢，锯齿状的图案呢，看起来很好看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编织这个帽子。那它使用的线呢是黑色跟灰色，它的号码分别是灰色的是4306，这需要2卷。那黑色的型号是4310，它需要1卷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作品。由于黑色的线录影可能比较不清楚，所以我等一下会换成黄色的线来编织。那我今天呢是选用另外的2卷，我是用白色跟黄色来做示范。这是钻石牌的漂浮下纱 RO 漂浮下纱，那它质地非常的轻柔，所以勾起来的作品呢，不管是包包或者是帽子呢，都是非常轻盈的。我们会用到2卷的白色4301，还有1卷的黄色4305号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编织。我们是使用8号的钩针，8号的钩针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呢，先取出白色的线。那如果你想要钩黑色跟灰色的话呢，你可以先取出灰色的线。这个线材非常的轻柔，像棉花一样的质感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先做一个圆。我们要在这个圆里面呢，编织16针。那我们要先用先编织3个锁针当做起立针。那这3个锁针呢，也包含在我们的16个针目里头，所以这算是我们的第1个针目。我们编织3个锁针之后呢，我们沿着这个圆圈，我们编织15个长针，编织15个长针。也就是我们必须在这个圆圈里面呢，钩织16针。所以前面的3个锁针的第3针目会是我们的这一圈的第1针。好，我们编织好之后，我们来确认一下针数是3个锁针，然后再加上15个长针。我们确认无误之后呢，我们拉紧线头。我们要回到第1针来做一个引拔针。在做引拔针之前呢，我们先将线头藏起来，这样等一下我们编织第2圈的时候，比较不会被线头卡住。
由于我们第二排是要编织黄色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引拔会是引拔黄色的线。我们要穿入的针目呢，会是前面的3个锁针当中的第3针，第3个锁针。然后我们朝它的 V 字形的右半部以及里3做穿入。然后我们预备好黄色的线，将黄色的线勾入，然后1个锁针、2个锁针、3个锁针，用3个锁针当做起立针，这也是我们的第1针，然后再加2个锁针。我们回到第1针的针目，第1针的针目呢，我们要勾一个长针，我们会把后面的线头呢也一并藏起来。再来第2针的部分呢，第2针的部分我们会做一个外钩长针。在日系的杂志以及教科书内，通常会称它为表引长针，但是在这边呢，我们统一叫它做外钩长针。我们做一个外钩长针之后，在下一个针目呢，我们一样把后面的线头藏住。我们会做一个长针。然后2个锁针，在同一个针目当中呢，我们会继续勾一个长针。这第3针的位置呢，就是1个长针、2个锁针，再加1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当中。那你应该可以猜到第4个针目呢，我们呢会是做外钩长针。接下去呢，第5个针目呢，我们会是在 V 字形上面呢勾一个长针、2个锁针，再1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当中。接下去的16个针目都是同样的方法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完成我们的16针。我们第16针呢，我们会是一个外钩长针，这是我们的第16针。我们在这个针脚上勾一个外钩长针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的第2圈的编织。等一下我们会回到这个锁针，第3个锁针呢，我们会做一个引拔针。由于第3圈是白色的线，所以我们要引拔出来的是白色的线哦。我们是引拔白色的线，接着我们将黄色的线放在一旁。你可以交换一下线的位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是编织白色的线。在第3圈呢，我们是白色的线，所以我们要编织3个锁针当做起立针。编织3个锁针之后呢，我们再编织1个长针。然后是2个锁针，在同样的这个
大针孔上面呢，我们编织2个长针。接下去呢，我们在前一排外钩长针的这个针目上钩一个外钩长针，在这个大针孔上方呢，钩2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再2个长针。接下去呢，在前一排外钩长针的部分上方再钩一个外钩长针。我们用这样子同样的方法呢，总共钩8组。好，我们来到最后一针，会是一个外钩长针。接下去呢，我们要在前一个针目呢，第3针的锁针，第3针的锁针上面呢，它的 V 字形右半部以及里3的部分呢，我们钩针做穿入。1、2、3，第3针，我们穿入之后做一个引拔针。接下去呢，我们在下一个长针的 V 字上面呢，我们要做引拔，但是我们引拔的会是黄色的线，因为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第4圈。第4排我们会以3个锁针当做起立针，接着在大针孔中，我们要编织2个长针，我们要继续加针，所以我们会编织2个长针，加2个锁针，之后再编3个长针。请注意，我的第3个长针会是编织在下一个针目的里头 ，V 字里头。跳过1针后，接下去呢，我会在前一排的外钩长针当中，再做一个外钩长针。下一个针目，请你注意，我会跳过一个针目呢，在针目上面做一个长针。接下去，我会在锁链下面的大针孔做2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再加2个长针。跟前一排的编织方式是一样的。但是接下来的第3个长针，我会编织在下一针的针目上面，然后跳过1针。在前一排的外钩长针当中呢，做一个外钩长针。这是我们的编织顺序。在链子里面的外围前后，我们各加1针，然后跳过1针，
这样子我们要编织8组。我们完成8组之后呢，我们要来做个引拔针，一样是在第3个锁针V字形的一半部还有里3的位置呢，我们做个引拔。但是下一个针目的引拔，我们会是引拔白色的线。第5排的起头呢，我们会以白色的线呢，我们会钩2个锁针，我们编织2个锁针。我们要交换一下线，接着第5圈是白色的线，我们在下一个针目呢，我们做一个长针，但是我们只钩一半，我们要跟前一针并针。接下去呢，下一个针目是长针，同样的，我会在锁针下的大针孔，我会钩2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再加2个长针。下一个针目呢，我一样会钩长针，然后下面2个针目呢，我要做一个并针，所以我都只会钩长针的一半，然后再把它们做并针，它就会呈现一个漂亮的锯齿状。下一个针目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前一排是外钩长针的这一个针目呢，我们上方也会做一个外钩长针。接下去我们再钩一次，我们前面2针呢会先做并针，也就是长针都钩一半，我们做个并针，也是减针。接着下一针呢，我们会钩长针，然后到了锁针的这个大孔中，我们再钩2个长针，加2个锁针，再加2个长针。我们每次遇到锁针链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都会是2个长针加2个锁针，之后再钩2个长针。我们会在这个大的针孔当中呢，钩2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再加2个长针。下一针呢，我们会钩长针，再下2针呢，我们会做并针，长针钩一半，长针再钩一半，然后并针，也是减针的动作。接下去我们就会看到前一排的外钩长针，我们一样也是钩外钩长针。这样子的花纹，我们总共会做8组，是一样的方法的。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第5排的编织。我们整个帽顶的部分呢，就完成了。这总共是5排。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一针是并针，所以我们会在这一针呢，第一针做引拔，
我们要第二次做引拔，但是请你记得，第二次引拔的时候，我们要换线。所以呢，我们会是引拔黄色的线，因为我们要开始第6圈的编织。我们会用2个锁针呢，当做起立针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并针，在下一个针目的地方呢，我们钩长针的一半，然后呢，做并针。接下去呢，下一针我们会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又来到了锁针的这个大针孔位置。我们刚才说过了，每次呢到这个大针孔的位置，我们都会钩2个长针，加2个锁针，再编织2个长针。这规则是一样的，下一个针目你一定很清楚，我们会钩长针，然后呢是2针的并针，2针都钩长针的一半，再将它合并起来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会跳过1针，也就是前后我们都会跳过1针，然后我们会来到了这个外钩长针的部分，我们一样是钩外钩长针，这样子完成了我们的第一组编织。接下去呢，你要记得，我们第一针会先跳过去，下一针的位置呢，我们会做并针，所以2个长针都钩一半，然后并针。下一个针目呢是长针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大针孔的位置，我们都是钩2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再2个长针。下一针是长针，接下来2针呢，我们一样做并针，都钩长针的一半，然后合并起来。接下去我们要跳过1针，之后再一个外钩长针，我们完成了第2组的编织。这样的编织呢，我们总共要编织8组。第6排的结束方法呢，会跟第5排是一样的。接下去的第7排到第10排呢，我们编织方法都跟第6排是一样的。我们这样的编织方法呢，会让第5排一直到第10排，它的针目是一样的。接下去我要结束第10排的编织，我会在并针的这一个针目当中呢，我做一个引拔，但是我会引拔白色的线。接下来我们要编织的3排呢，我们都会是加针的。我第一个针目呢，会先钩2个锁针，然后跟下一针一半的长针来做并针。
我的前2针呢都会做并针。我们可以把线的位置重新排一下，不让它打结。接下来的2针呢，我都会编织长针。再来是来到了这个大针孔的位置，我们都是2个长针、2个锁针，再加2个长针。只要遇到大针孔，这样子的编织方式是不变的。接下去是2个长针，再来是并针，2个长针钩一半，并针。下一针是一个外钩长针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1组的花样编织。这样的编织呢，我们要做8次。我们要结束第11排的编织，我们一样会在第1个针目，就是我们并针的地方呢，做一个引拔。那这一次的引拔呢，我们会是黄色的线。我们将黄色的线引拔出来，接着呢，我们要做2个锁针，当做起立针。这2个锁针要跟下一针呢做长针的并针。我们钩长针一半。跟这2个锁针并针之后呢，接下去呢，我们要钩3个长针，然后在大针孔里头呢，我们编织2个长针、2个锁针，再加2个长针。接下去仍然是3个长针。再2个长针的并针，然后呢是外钩长针，这样我们完成了我们第1组的花样编织。我们要做8组这样子的图案。我们来到了第12排的结束部分。最后一针会是外钩长针，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并针的第1针里头做引拔，我们用黄色的线引拔。那在下一个针目里头呢，我们要引拔白色的线，因为呢，我们第13排的针目呢会维持在跟前一排第12排的针目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以2个锁针起立之后，在下一个针目呢，钩长针的一半做并针。接下去呢，会是3个长针。遇到这个大的针孔的时候，我们都是2个长针加2个锁针，再加2个长针。接着是3个长针，然后呢2个长针的一半做并针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必须跳过1针，然后再做一个外钩长针。接下去我们也是会跳过1针之后呢，再做并针。然后是3个长针，接下去都是相同的编织方法。
我们这样总共要编织8组，我们就完成了第13排的编织。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呢，会遇到换线的问题，因为我们需要白色的线啊，是需要2卷。那所以因为这一卷线它的延展性是很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用长线的方式，我们直接打结，然后将线头剪掉来做衔接就可以了。13排呢，我们一样来做一个引拔针来做结束。那一样会是在这个并针的位置呢，我们做一个引拔。第13排我们要结束了，那我们会用白色的线引拔，但是现在因为我要示范最后结束的这些针法，用白色的线会比较不清楚，所以我用黄色的线来示范让你看。那实际上你在编织的时候呢，你要用白色的线，因为黄色的线应该是不够了，因为我们只使用了1卷的黄色的线。那这是一针一针的引拔。那在这个大孔的位置呢，我们用2针，我们可以编织2针锁针。我们整个14排的位置呢，我们编织引拔针，那我们编织1整圈。这是最后的2个针目，我们一样是用引拔针。我前面示范是用黄色的线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们那时候黄色的线是不够编织1整排的，所以我们必须用白色的线来编织这一圈。我们回到起针的位置，做一个引拔之后呢，我们将线剪掉。那接下来这条线呢，我们会跟前面的针目做一个缝合。我们将线头穿过我们的缝针，在它的前一个针目里头呢，我们穿入，然后再回到原针目，缝回去。那这就形成一个V字形。再来，我们就把我们的线头藏起来，将我们的线头藏起来。将白色的线藏好之后呢，我们其实还有一条黄色的线，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将这个线头藏起来，就完成了我们的编织。如果你跟我一起完成了这个双色锯齿状的很时尚的帽子，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成就。我每次收到网友他们编织的照片，我都觉得非常的兴奋。谢谢你们，让我们一起在这一趟疗愈的编织中，与自己来趟美丽的邂逅吧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使我的频道突破了500订阅，请持续的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帮我按赞分享，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。